大侠好，你可能读过金庸，你看过 N 遍电视剧，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天龙八部》而不是《乔峰传》？为什么叫《笑傲江湖》而不叫《令狐冲与任我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金庸14部小说书名背后作者偷偷藏进去的深意和彩蛋。书剑恩仇录，书与剑的矛盾，陈家洛就是最极致的代表。他饱读诗书，却是江湖帮会总舵主。他想用书的道理去感化乾隆，最后却总是要靠剑来解决问题。这种内在的挣扎，正是书名的精髓。这是金庸的第1部小说，所以书名取得非常工整，直接点题。书与剑的对立，奠定了他日后作品中侠与儒的探讨基础。书中书的代表是陈家洛，剑的代表可以说是吴陈道长或张召仲，他们的恩怨就是整个时代的缩影。2. 碧血剑。碧血出自庄子，传说忠臣长虹被杀其血3年后化为碧玉。金庸用这个典故直接将小说的悲壮基调拉满，主角不再是郭靖那样的人生胜利组，而是背负着国仇家恨的悲剧英雄袁承志。小说中可以抛出一个问题，碧血剑的主角真的是袁承志吗？其实灵魂人物是已经死去的金蛇郎君夏雪宜和抗清英雄袁崇焕，他们才是碧血的源头。3. 射雕英雄传。射雕的双重含义，一是字面意思郭靖在蒙古草原上射下大雕，这是他英雄之路的起点；二是文化象征，引用成吉思汗指石弯弓射大雕的典故，暗示小说的宏大历史背景。郭靖的成长正是在蒙古与南宋这2个巨大力量的夹缝中完成的。不只是郭靖，小说写的是一个英雄群像，江南七怪、洪七公、黄药师，甚至成吉思汗，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诠释了英雄。4. 神雕侠侣。为什么神雕排在侠侣前面？这是个有趣的切入点。可以说没有神雕，杨过可能就死在绝情谷了。神雕不仅是他的宠物或伙伴，更是他的师傅，教他练剑，和引路人带他找到东海高手。神雕是杨过从叛逆少年蜕变为神雕大侠的关键。金庸在这里重新定义了侠。杨过和小龙女一开始根本不想当侠，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他们是被江湖硬生生逼成了神雕侠侣。这和郭靖那种为国为民的传统大侠完全不同。5. 倚天屠龙记。倚天剑和屠龙刀不只是神兵利器，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和谎言。江湖人为了这个谎言厮杀100年，非常讽刺。以天剑代表的是郭靖黄蓉留下的正统侠义情，藏住九阴真经和降龙18掌精要，而屠龙刀藏住五木遗书，则代表着争夺江湖家国霸权的欲望。故事的主线就是张无忌如何在侠义情与掌权力之间做出选择。6天龙八部，这是金庸书名中最有哲学深度的一个。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天龙八部是哪8种神怪，然后点出书中角色的对应。例如乔峰是天众的代表，英雄盖世却命运悲惨；段誉对应隆重，出身高贵却为情所困；虚竹对应模糊罗家大蛇神，懵懂无知却奇遇连连。乔峰求身世的真相，段誉求王语嫣的爱，慕容复求复国的梦。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执念困住，求而不得，这才是天龙八部最大的悲剧性。7. 笑傲江湖。笑傲江湖本身就是一首曲子，是整部小说的灵魂。
这首曲子超越了正邪之分，曲阳和刘正风象征着对权力门派斗争的鄙视。真正做到笑傲江湖的是令狐冲吗？其实令狐冲大部分时间都很惨，被冤枉，被抛弃。真正向往并短暂做到的是曲阳、刘正风、风清扬这些圈外人。这个书名与其说是对主角的描述，不如说是对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鹿鼎记》，这是金庸的封笔之作，却写了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主角，是对传统武侠最大的颠覆。逐鹿中原这么严肃的历史词汇，主角却是魏小宝这个市井流氓，讽刺意味十足。鼎在何处？小说里真的有一座鹿鼎山，藏着大清龙脉的秘密，这让书名从一个抽象的政治比喻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主角需要去完成的任务，虚实结合非常巧妙。9、侠客行、10、连城诀，这2部可以放在一起讲。侠客行名字来自李白的诗，豪迈潇洒，但故事本身却是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悬疑故事。连城诀名字来自价值连城的美好词语，讲的却是人性最极致的贪婪与黑暗。连城的宝藏是用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这种书名与内容的巨大反差，正是金庸厉害的地方，用最美的名字讲最残酷的故事。11、雪山飞狐。12、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这个名字瞬间就构建出一个封闭肃杀的空间，暴风雪山庄模式，所有恩怨情仇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爆发。狐匪盗毒谐音飞狐，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动感和传奇色彩。13白马啸西风，14鸳鸯刀，15月女剑，这3部短片可以一起讲，他们的名字都像一首诗或一个寓言。白马啸西风，白马是主角的伙伴，西风是苍凉的西域背景，整个书名就是一幅画，充满了孤独和悲凉感。结局那句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是点睛之笔。鸳鸯刀名字很美，象征爱情，但故事却是围绕一对宝刀的闹剧，核心是仁者无敌。这个有点搞笑的秘密，用美好的鸳鸯来讲一个荒诞的故事。月女剑最直接的名字，直接点出主角和核心技能。这篇小说的重点不在江湖，而在探讨剑术的最高境界，以及一个绝世高手在爱情与家国间的无奈。所以你看，从书剑的对立到天龙的众生相，再到鹿鼎的反讽，金庸小说的书名从来不只是一个名字，它既是故事的缩影，也是主题的升华，更是作者整个思想宇宙的入口。每一个名字都值得我们再三回味。那么在你心中，哪个书名取得最好，最有意境呢？或者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没提到的隐藏细节？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接下来校尉们将续推武侠探索系列以及延伸文化布袋戏经典。江湖很大，不止金庸。这次的探寻就到这儿，各位英雄好汉，如果觉得这番见闻还算有趣，不妨点个赞，给我们添份内力，按下订阅便是入了咱们摸影的门派，动手分享更是将这份侠义传遍武林。我们是摸影校尉，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回见。